Hello， 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嘅題目係加拿大大學入學倒數計時清單。各位將會申請報讀大學嘅同學，究竟你係咪已經了如指掌咁樣充滿信心，知道每一個階段需要完成嘅事項呢？要知道教育係一生人最重要嘅投資，而投資最重要係風險管理。你是否能夠已經掌握到申請大學嘅時間線同埋每一個階段嘅任務呢？如果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即刻按訂閱，並且撳埋下邊嘅鐘仔，令你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有新片出嘅信息。更加歡迎大家留言讚好，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多謝你。加拿大大學入學倒數計時清單主要嘅截止日期呢係因學校而異嘅，但係一般嘅大學會喺1月至到3月之間。安大略省嘅大學申請中心 OUAC 截止日期呢係1月15號嘅，而 BC 省 Education Planner BC 截止日期呢一般都係1至2月之間。以下係一個詳細嘅加拿大特定時間表同埋所有嘅程序。究竟加拿大有冇 early admissions 嘅呢？答案係有嘅。咁即係話呢係比正常嘅1月15號呢係為早嘅。以 UBC 同埋 U of T 為例啊 ，UBC 有一個 early admission deadline 呢係12月1號嘅。如果你能夠喺呢個時限之前已經交齊所有嘅資料，又有足夠嘅 grade 俾佢睇到呢，就將會喺1月至2月呢就已經收到錄取通知噶啦。而 U of T 呢喺11月7號有一個 early admission 嘅，被取錄嘅同學呢就會喺12月中陸續收到錄取通知嘅。咁即係話可以喺聖誕節之前呢已經知道有學校收你啦。你話幾好呢？我哋睇一睇第一個準備嘅階段，應該係喺你讀 Grade 11嘅時候嘅冬天，即係喺1月份啦。喺呢個階段，你需要做嘅就係研究大學同埋課程，應該好確定符合你嘅學術興趣同埋職業目標嘅學校同埋課程，咁可以幫助你將所有嘅精力係擺喺合適嘅大學同埋課程之中。你需要瀏覽大學嘅網站，並且使用搜索嘅引擎嘅 search engine， 親身去做資料搜集，就千祈唔好收集人哋二手嘅意見啦。你應該參加啲大學嘅講座，收到佢哋關於收生嘅信息。佢哋每年呢都會去好多唔同嘅中學，同埋舉辦好多大型嘅展示會嘅。自己製作到一個所有嘅課程嘅清單，收集目標。你需要確定專業嘅選擇，並且確保你喺 Grade 11同 Grade 12嗰度嘅課程選擇係相關嘅，滿足咗任何一啲先決嘅條件，一啲 prerequisite， 例如微積分 Calculus 呢一科，確保你有資格符合大學入學嘅要求啊。咁亦都需要同學校嘅輔導員確保你嘅選擇嘅科目同埋入學嘅需求係做得啱嘅。盡量係針對選擇性嘅項目，能夠確保高中嘅課程選擇有挑戰性嘅課程。呢個同好多學生以為揀一啲豬頭骨嘅興趣科擺入去拉高分呢，係啱啱相反嘅。參加課外活動呢，就會係最後嘅機會啦。你可以着重一啲可以顯示你領導才能同埋參與度嘅，加入一啲志願嘅服務啦，同埋喺整個過程之中積極嘅參與同埋記錄你啲成就。Grade 12前嘅夏天，即係呢個距離截止日期6個月嘅時候啦。呢個夏天最重要嘅目標就係要建立一個大學嘅表，擁有一個包含挑戰性匹配同埋保底學校，即係 Rich School、Target 同埋 Safety School 嘅 list， 就係確保你無論個申請結果點樣呢，你都會有一啲學校俾你去選擇㗎。要研究每一所大學嘅入學標準，考慮嘅地理環境、課程同埋佢嘅收生標準，訂立一個3級制嘅申請學校名單俾自己。撰寫簡歷，
突出你嘅成就，目標就係總結你嘅學術成就、課外活動同埋志願工作，提前去分析到自己成就嘅概覽，好扼要咁樣寫出自己有深度嘅經歷，要撰寫一啲反映你經歷同埋抱負、引人入勝嘅個人陳述。呢個係最重要嘅組成部分，因為顯示到你個人嘅突出。應該撰寫多個嘅草稿，尋求合資格導師俾啲意見你。如果你喺個暑假嗰度唔寫呢，你9月之後 Grade 12呢，你更加冇時間寫噶啦。所以暑假開始呢，係你嘅優勢。下一個就係 Grade 12嘅秋天啦，即係9月之後啦。呢個大概距離申請嘅 deadline 呢，只係4個月嘅啫。你必須要確定你申請嘅大學啦，同埋要確保咧所有嘅部分你都係完整嘅去呈交嘅，要滿足所有申請嘅要求同埋截止日期，確保你列表上邊包括3個嘅挑戰、匹配同埋保底學校 Rich Target Safety School。做完之後呢，要審核你嘅申請嘅準確性同埋完整性。如果係適用嘅話呢，你需要通過一啲省級嘅申請系統去申請嘅，例如安大略省呢就會係 OUAC 啦，喺1月15號之前呢，就係個 deadline。如果通過 Education Planner BC 呢，就係多數都係1月至2月嘅。咁亦都繼續去編輯你嘅個人陳述，達到一個最終嘅稿件。Grade 12嘅冬天呢，即係距離截止大概有1個月，或者如果你係 Early Admission 11、2月嗰陣時候交到申請呢，係更加好。你應該係已經提交晒所有嘅資料啦，利用大學嘅網站查詢申請嘅狀態。有一啲嘅科目呢，特別需要好多補充嘅材料，例如一啲短嘅問題啊，或者甚至額外嘅入學文章嘅。喺呢個時候呢，你都要睇住佢嘅截止日期去呈交。亦都要準備面試。呢啲線上嘅視頻呢，往往可以扭轉局勢嘅，因為佢可以直接去見到申請人嘅優良表現，對得分好有幫助。所以要預早將常見面試嘅問題好好準備一啲優質嘅答案，咁係到時你喺網上邊嘅面試呢，就可以準備得更加充足啦。咁乜嘢係補充申請 Supplemental Application 呢？等我利用 UBC 進一步說明一下。喺 UBC 呢，佢係列出咗邊一啲課程先至係需要額外嘅補充申請資料嘅，例如一啲額外嘅論文題目同埋面試，例如 UBC Saunders School of Business， 學生喺中學嘅成績呢，只係佔50% 嘅啫。另外 Personal Profile 係30%。Video interview 係20%，所以對於 UBC 嘅商學院嚟講呢，補充申請係按比例佔咗50% 咁重嘅。其餘所有未列出嘅課程呢，都係只需要個人陳述嘅啫，無需要補充申請嘅。例如工程 Engineering 呢，係只需要個人陳述加2份嘅推薦信，咁同 U of T 或者係 U of Waterloo 相比，真係輕而易舉啦。由此可見，補充申請係取決於課程嘅需要，學生要注意留出充分嘅時間嚟到完成佢哋。去到 Grade 12嘅春季嘅時候，你應該陸續收到一啲嘅錄取通知書，你要比較作出評估慎重嘅明智決策，揀一間最適合你學術程度嘅大學，考慮到成本、地點同埋課程優勢、校園文化等等，同家人、老師或者顧問去討論選擇，徵求佢哋嘅意見，列出每一個選項嘅優點同埋缺點，做出最終決定。亦都要通知去確認你接受大學嘅取錄，佢有一個截止日期，你要去交個留位費嘅。Coach 希望同學呢亦都要盡早通知你唔接受嘅大學，等佢哋可以釋放呢啲名額去俾其他嘅學生。另外，或許你仲有一啲財務嘅安排需要做，例如申請 student loan 啊、助學金啊等等。返大學之前嘅夏季，
呢個時候你係需要參加迎新會啦，會有助你順利過渡到大學嘅生活，了解課程嘅安排，同埋知道一啲咩嘅學校資源可以去運用嘅。你要盡早註冊你嘅科目，等你有一個好嘅時間表，同埋另外就係要確認住屋嘅安排同埋交通嘅配對啦。最後就係準備搬屋噶啦，你就可以有一份必須嘅物品清單，同埋搬屋嘅一啲後勤嘅安排。最後 Coach 提出3點致命傷。第一，太遲做出部署，當你留待中學最後一年先至計劃咧，已經無法扭轉好多嘅劣勢噶啦。第二，對大學嘅錄取要求一廂情願，或者冇搜集足夠嘅資料，並且根據事實去訂立你嘅大學清單，即係嗰個 Rich Target Safety School List。第三就係喺撰寫個人陳述方面，同同學一齊集體創作，以為共同進退，互相指點，互相扶持，結果係弊多於利，事與願違。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加拿大大學入學倒數計時清單，唔知道同學嘅進展係點呢？你喺邊一個階段啊？你有冇遇到咩困難呢？不妨喺下面留言，我會盡量一一為你解答㗎。如果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即刻訂閱，同埋按埋下邊嘅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有新片出嘅信息啦。更加歡迎大家留言讚好，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多謝你。